世界简报根据各大媒体的报道整理出内容精要，让你最快速掌握全球趋势。美国国防部长通缉中国拒绝军事谈判，竞争绝不能演变成冲突。德国之声，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 （Lloyd Austin） 周六批评中国对军事危机管理的不愿意展开对话。此前，北京方面拒绝了与他会面的正式邀请。奥斯汀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顶级安全峰会上表示：“我非常担心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愿意在我们两国军队之间建立更好的危机管理机制。我们进行更多的对话，就能避免可能导致危机或冲突的误解和错误判断。”奥斯汀和他的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国防峰会的开幕晚宴上进行了短暂的交谈和握手。然而，这种互动没有达到五角大楼希望进行更实质性交流的期望。中美关系因多个原因而达到历史最低点，包括对台湾地位的分歧、间谍气球和间谍活动、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以及乌克兰持续战争。美国国防部长表示，在晚宴上进行友好握手并不能取代实质性的交流。美国不寻求新的冷战，竞争绝不能演变成冲突。奥斯汀目前正在亚洲进行访问，他于6月1日与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敬一举行了双边会谈。接下来，他将访问印度，以在该地区寻求支持，以对抗中国。与此同时，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指责美国在违背中国利益方面发挥作用。他在周五的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说想要与中国方面对话，同时却寻求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打压中国，并继续对中国官员、机构和企业实施制裁。这样的对话有诚意和意义吗？美国与印太地区的盟友合作，增加了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存在，以应对中国提出的领土主张。这包括定期在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航行和飞越。奥斯汀说，我们致力于确保每个国家在国际法允许的地方进行飞行、航行和活动。每个国家无论大小都必须保持自由进行合法的海上活动。在美中之间众多外交、军事和经济问题中，台湾仍然是最敏感的问题。北京将这个自治的民主岛屿视为中国的一部分。美国与台北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然而华盛顿方面与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并是该地区的主要武器供应国。双方还享有紧密的贸易关系，每年贸易额达数十亿美元。美中关系在美国众议院前议长南希·佩洛西于2022年8月对台湾的一次有争议的访问后变得紧张。北京方面谴责这次访问，并在台湾周围进行了大规模军事演习。自那时以来，多位美国高级官员访问台湾，激怒了中国方面。尽管遭到北京方面的强烈反对，美国于周四与台北签署了一项旨在加强双边商业关系的贸易协议。奥斯汀在新加坡峰会上指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用来说明如果大国能够肆意侵略其和平邻国，我们的世界将变得多么危险。奥斯汀说，冲突既不是即将发生，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威慑力量今天非常强大，我们的工作就是保持这种状态。他补充说，美国坚决致力于维护台湾的现状。他是个硬汉，北约即将迎来第一位女首领吗？南华早报，丹麦总理梅特·弗雷德里克森将与美国总统乔·拜登在华盛顿会晤，引发人们对他是否成为首位女性北约秘书长的猜测。外交官表示，45岁的弗雷德里克森已成为接替预计将在9月卸任的北约秘书长严斯·斯托尔滕贝格的严肃竞争者。去年，他在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争中坚定支持乌克兰，在面对冲突时增强西方团结的努力赢得了尊重，从而在国际舞台上备受瞩目。挪威总理约纳斯·加尔·斯托尔上周在被问及弗雷德里克森是否可能成为北约职位候选人时表示，我可以花很长时间说梅特·弗雷德里克森的好话。他是欧洲最有才干的国家首脑之一。他还说，对他担任首相的工作以及他在国际合作中的角色，欧洲对他都表示非常尊重。他潜在候选人身份的主要障碍是，丹麦长期以来在国防开支方面一直较为滞后，并面临着将军费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 2% 的北约成员国关键目标的压力。然而，去年12月，弗雷德里克森及其新的中间派政府将满足北约目标的计划提前到2030年。上周，丹麦政府还宣布，在未来10年内大规模增加国防开支，并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政府表示，这将有助于在今年和明年暂时达到北约目标。弗雷德里克森是一位职业政治家，也是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于2019年成为丹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理。
他在2020年的重新选举中获得连任，因在有限的国际舞台上引领丹麦应对 COVID-19 大流行而广受赞誉。你可以说他在国际上并没有真正的影响力。智库欧洲 Europa 的安全与国防分析师雅各布·卡斯布表示，但随着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开始，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自从战争于2022年2月爆发以来，他已经3次访问乌克兰。尽管丹麦自身国防存在重大缺陷，但该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提供了重要的财政和军事援助。丹麦还在培训乌克兰飞行员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并表示愿意交付 F-16战斗机。当北名 Nord Stream 管道去年9月在丹麦海域发生爆炸时，弗雷德里克森回应称，需要在国际不确定性时期形成跨越传统左右分歧的罕见联盟，主张政治上的团结。今年2月，他推动了一项不受欢迎的决定，废除了一个公共假日。他表示，这是为了增加国防开支。他在丹麦有着强大的地位，但他也是一个分裂民众的人物。很多人认为他过于强势和渴望权力。前丹麦国防和司法部长汉斯·恩格尔说，2019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提议购买丹麦的格陵兰时，弗雷德里克森将这一提议称为荒谬。在国际舞台上，他设法避免与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和匈牙利总理维克多·奥尔班公开冲突，显示了他在冲突意识形态之间灵活运作的能力。她是一个坚强的女性，非常有野心。如果他感觉到北约国家能够团结在他周围，当然特别是如果拜登向他提问，我认为他会说是的，恩格尔说。尽管他表示自己不是候选人，但他没有明确表示对这一职位不感兴趣。我没有申请任何职位，我被邀请拜访拜登总统，我很期待。C919 成为其继续依赖西方的象征。CNN 中国声称本周取得历史性胜利，因为其应对波音和空中客车的 C919 首次商业飞行。北京称这架飞机是中国首架大型国产客机，它是北京更广泛的中国制造战略的重要象征。该战略旨在减少对外国制造商的依赖。然而，专家表示 ，C919 并没有提升中国在技术创新方面的全球地位，反而成为其继续依赖西方的象征。这是因为该飞机的大部分零部件来自外国供应商，主要集中在北美和欧洲。中国国家媒体表示，该机型约40%的零部件是进口的。但专家表示，实际比例要高得多。尽管制造商从全球各地采购飞机设备是正常现象 ，C919 的独特之处在于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让它飞起来是中国制造的。在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CSIS） 担任信托主席的斯科特·肯尼迪说道，他领导了一个研究中国几十年、努力发展自己商用飞机的团队。他们的结论是 ，C919 主要是一架非中国的飞机，只是在上面涂了中国的油漆。C919 由中国商用飞机公司 COMAC 建造，这是一家总部位于上海的国有企业，其明确目标是让中国制造的大型飞机在蓝天中飞翔。根据航空业追踪机构 Intel Analytics 的创始人舒克尔·尤索夫的说法，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目标。目前，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能自主制造飞机，这是有充分理由的。他说，其中包括极高的障碍，如严格的技术专业知识、严格的监管要求以及巨大的时间和资源投入。例如，根据 CSIS 的估计 ，C919 已经耗资约490亿美元。尽管该机构表示，准确确定这个数字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 COMAC 的财务情况不透明。虽然这不是 COMAC 的第一架国产飞机，但由于其尺寸较大，更多的关注被转向了这款机型。C919 可容纳最多192名乘客，飞行距离可达5550公里，约3500英里。相比之下 ，COMAC 的首架商用飞机是一种较小的区域喷气机，名为 R21， 最多可飞行3700公里，2300英里，容纳最多97名乘客。COMAC 还正在研发一款名为 CR929 的远程宽体飞机，但肯尼迪表示，由于俄罗斯去年对乌克兰进行全面入侵，该项目可能已经停滞不前。那架飞机可能永远只能存在于照片中，只能是一张图纸。他告诉 CNN， 没有人会向中俄联合飞机提供技术。中国制造吗？ C919 的首次商业飞行于周日进行，将乘客从上海飞往北京，供中国东方航空使用。中国希望 C919 能成为其对波音737和空客 A320的替代品，并巩固其高科技超级大国的地位，肯尼迪说。
但由于政府将这架飞机吹嘘为国产成功，分析人士迅速指出，其中有多少是在中国以外生产的。根据 CSIS 在2020年的一份分析， C919 的主要或大型零部件供应商中约有 90% 来自北美和欧洲，只有 10% 来自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尤索夫提到了类似的估计。肯尼迪表示，虽然自2020年报告以来比例可能有所改变，但考虑到在航空认证过程中更换供应商的困难程度，他认为这是不太可能的。C919 在去年底获得了在中国大陆的商业服务和大规模生产许可，经历了多年的延误。中国承认了这方面的批评。有些人质疑 C919 是否能被称为国产飞机，因为它依赖进口。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在周一的社论中表示， C919 的确有一长串的外国供应商。该媒体指出，这架飞机包含了霍尼韦尔 Honeywell 的电力系统和起落架、GE 的飞行记录器、CFM LEAP 的发动机、帕克航空航天公司的飞行控制系统和燃油系统、洛克维尔、柯林斯 Rockwell Collins 的天气雷达和模拟系统，以及米其林 Michelin 的轮胎，所有这些都是美国或欧洲公司。政府的立场是，其他制造商也经常依赖进口。美国的波音公司从美国境外获得约 40% 至 50% 的飞机部件，例如其787 Dreamliner。尤索夫说，欧洲的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也从马来西亚等国家获得部件。他说，挑战巨头中国并没有对 COMAC 最终与空客和波音竞争的雄心隐瞒不住，后者目前几乎垄断了整个市场。尤索夫表示，这种情况在短时间内不太可能发生。首先 ，COMAC 没有通过对其飞机进行足够的差异化来说服航空公司进行转换。他说 ，COMAC 的技术已经存在于空客和波音的飞机中。其次，它可能需要多年时间才能获得美国和欧洲航空监管机构的认证。但一旦生产规模扩大，预计它将在国内或发展中国家赢得更多订单，因为这些航空公司可能无法承担目前市场领导者的价格。去年，在印度尼西亚，国内航空公司 Transnasa 成为 COMAC 的首个海外客户。除了欧洲和美国之外，其他国家提供商用市场上的替代飞机应该受到高度赞赏，尤索夫说。但他补充说，即使中国以更具竞争力的价格定价其飞机，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赢得人们的信任。世界上的航空公司不会轻易购买新的飞机，因为无论你喜欢与否，总会有一种对新参与者的耻辱感，尤索夫说。看看近几十年来印度致命的火车相撞事故。多伦多星报，近几十年来，印度铁路经历了多起致命事故，最近一次发生在周五，当时2列火车出轨，造成200多人死亡，900多人受伤。尽管政府努力改善铁路安全，但事故经常发生，并且经常归咎于人为错误或过时的信号设备。印度近代历史上最严重的火车撞车事故，包括2018年印度北部宗教节日期间的一列火车撞过观看烟花的人群，造成至少60人死亡，以及2016年的一起造成140多人死亡的火车事故。压住极端未来，您的周六亚洲简报。彭博社，全球金融正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因为从天气事件到政治秩序等一切事物的旧假设开始崩溃，投资者必须驾驭极端情况迅速成为常态的市场。极端天气事件变得越来越频繁，导致选股者评估哪些公司将度过这些事件，哪些公司将失败。中国的南中国海主张和对台湾的紧张局势令虚令国防官员感到担忧。而在金融方面，中国正在通过支援措施再次提振其重要的房地产市场。人工智慧在金融领域也变得越来越普遍。基辅估计避难所附近的死亡事件，俄罗斯撤离边境城镇。日本时报，最近，包括1名妇女和她的孩子在内的3名平民在乌克兰社区房空洞的爆炸中丧生，引发了广泛的哀悼、调查和拘留。由于散布在城市各处的数百个防空洞网络，当地人很难知道谁负责维护和保养。一些避难所已关闭，其他避难所状况不佳。因此，居民们一直在相互协调，以了解在俄罗斯空袭期间在哪里找到安全的地方。沃洛德米尔·泽伦斯基总统呼吁执法部门将爆炸责任人绳之以法，并强调普遍忽视进入避难所。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战争一直被定义为偶然和恐怖的时刻。基辅的死亡标志住他与俄罗斯之间关系的一个悲伤时刻。从前线战场到人口稠密的城市和边境地区，几分钟或一马有时决定谁生谁死。中国清道夫船凸显马来西亚在南海的脆弱性。南华早报，
考古专家对英国在马来西亚附近沉没的二战战列舰遭到抢劫表示沮丧，他们说这是842人的战争坟墓。中国注册的川红68号被指控洗劫沉船，因为他们的历史钢材价格可以达到现代钢铁价格的3到5倍，并于5月被捕。中国政府声称，一家马来西亚公司租用了这艘起重机驳船，而据报道在福州注册的中国公司否认了这些指控。卫星侦察声称，川红68号在5个多月的时间里未被发现，并从威尔士亲王号上卸下了至少6船废料。专家警告说，未来的盗墓者可能会受到在中国出售的沉船回收钢材的鼓励，没有任何官方干预。官员们说，这种做法正在危及对英国海军历史的理解。拉丁美洲迈向统一的道路。半岛电视台。拉丁美洲是一个充满不平等、犯罪、腐败、毒品交易和社会动荡问题的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不同的是，它并没有发生战争。政治稳定和强大的民主机构往往更多是个例而不是规律。尤其是南美洲似乎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时而偏向左翼，时而偏向右翼，却没有解决推动这种摇摆的社会和经济需求。这种不稳定性使得该大陆难以形成一个有影响力的区域，尽管据估计它在整体上是全球第5大经济体。本周早些时候，代表着11个总统和秘鲁总理的12个南美洲国家在巴西利亚集结，再次试图实现大陆一体化这一难以捉摸的目标。这一努力由巴西总统卢拉 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 领导。卢拉的首席顾问、前外交部长塞尔索阿莫林 Celso Amorim 告诉我，他试图实现的是南美洲的团结。我认为这一点一直很重要，但在一个逐渐分裂成阵营的世界中更加重要。在这样的世界中，即使像巴西这样的国家人口众多、经济庞大，也不足够强大。然而，尽管卢拉仍被视为该地区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但本周峰会上的许多人并不愿意听从他的建议。卢拉曾希望重振他在首2个总统任期内帮助创建的南美洲联盟 UNASUR。然而，意识形态分歧最终导致超过半数成员国放弃该组织。卢拉在本周峰会上表示，最好不要从零开始，并呼吁重启 UNASUR。但他未能说服所有的同行，最终他们选择组建一个由各国成员组成的小组，在未来120天内制定一个区域一体化计划。卢拉曾呼吁南美洲领导人放下意识形态分歧，专注于共同利益，包括经济增长、能源生产和环境保护。然而，他在峰会前一天欢迎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 （Nicolas Maduro） 的决定引来了公开批评。卢拉在讲话中否定了反民主委内瑞拉的形象，称其为西方国家和媒体推动的叙事。但智利总统加布里埃尔·伯里克 （Gabriel Boric） 表示，作为一位左翼总统，他不同意这种说法。伯里克说，这不是叙事建构，而是现实，这是严重的。他补充说，尊重人权对智利来说是基本和重要的，不论违反人权的人的意识形态如何。对于马杜罗总统来说，这次会议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多年来，他一直与南美洲的同行们疏远，例如巴西、哥伦比亚、智利、秘鲁和阿根廷。这些国家选择不承认他在2018年的连任，而是支持反对派政府。在本周峰会的闭门会议中，马杜罗直接受到至少2位总统对其人权记录的批评，但他并没有回应。哥伦比亚总统古斯塔沃·佩特罗 （Gustavo Petro）、阿根廷总统奥尔贝托·费尔南德斯 （Alberto Fernandez） 和智利的伯里克，所有都是左翼人物，都赞同南美洲从未像现在这样展现出如此巨大的经济潜力。南美洲拥有全球最大的铜和备受追捧的可充电电池用锂的储量。该地区还有成为最大的绿色氢和其他可持续能源来源生产国的潜力。此外，南美洲拥有巨大的淡水储量、雨林资源和一个日益虽然还不够充分受教育的人口。然而，南美洲的经济和政治差异已经让几十年来建立区域联盟的尝试屡屡受挫。UNASUR 并不是唯一一个摇摆不定的区域组织 ，Mercosur、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之间的联盟也因内部纷争而陷入困境。一些专家认为需要更多的务实精神，而南美洲目前的移民危机可能有助于推动这一进程。据联合国统计，自2015年以来，已有超过700万委内瑞拉人离开自己的祖国。一些观察家认为，如果智利、秘鲁、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等国希望让无证委内瑞拉移民回国并建立有序的合法移民体系，他们将需要马杜罗的合作。伯里克提到与委内瑞拉合作解决智利、秘鲁边境危机的例子。
伯里克说，通过与秘鲁和委内瑞拉政府展开对话，我们共同解决了这一危机，允许一架委内瑞拉飞机将该国公民送回祖国。阿莫林，卢拉的顾问，以欧洲联盟作为南美洲国家如何建立新的联盟的模范。阿莫林表示，在欧洲，你有多种政治立场，你有中右翼政府，你有甚至比中右翼更右翼的政府，你有中左政府。至少在某些问题上，他们能够以一种一致的方式说话，即使不是以一个声音。然而，卢拉梦想中的一个统一的南美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像阿莫林这样的政治家在欧洲的例子中看到了希望。毕竟，与欧盟的成员相比，南美洲的12个国家在文化和语言上更为相似。阿莫林说，当然会有不同的观点，但我们在许多方面有共同的利益。我们必须以统一的方式为我们的利益而努力，因为这样我们会更强大。拉丁美洲有很多可以获得的东西，但时间不等人，卢拉在峰会上警告道，指出拉丁美洲长期以来一直处在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势力的阴影之下，这一历史可以追溯到殖民时代的最早日子。他警告说，我们不能再在边缘待上500年。世界简报来自世界各大媒体的精要内容，让你享受总统简报般的特权，迅速掌握全球趋势。